Hello， 大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。今天咱们还走盘点路线，送走了渣男，再来看看他们的小心肝儿。比起渣男，他们的战斗力可是一级棒呢。避免正面冲突，卖惨装柔弱，眼泪说来就来，戏精本精没错了。除了战斗力强，他们的团队生命力也很顽强。这刚送走了林有有，就迎来了孙文文、蓝俏俏，说不定以后还会冒出来黄潇潇、白登登，这是要组联盟的节奏。姨太还真是搞不懂，绿茶产业怎么可以如此强大，从年头贯穿到了年尾，简直绵绵不绝，源源不断，生生不息。不过我觉得有件事儿还挺有意思，编剧好像特别喜欢这种 ABB 式的女配，一出这类名字，那就是暗示你马上就要闹幺蛾子了，注意看哦。今年年初的张程程不就是这样吗？真的让姨太见识了一次大场面。先是骗老公和自己假离婚，把房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，还娇滴滴地说：哥哥，虽然说房子是我的，但是我整个人都是你的呀。刚办完假离婚手续，转头就把新欢带回家了。被撞破好事后还疯狂甩车，理直气壮地说：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只不过我是个女人而已。这话好像还有点道理，不过他作起来真不是盖的。在被前夫抛弃后，马上又解锁了新技能，自导自演了一场认子大戏，把八竿子打不着的前夫愣是变成了接盘侠，演起戏来一点不怯场，一个人把编剧演员的活儿全干了。徐姑姑去祭拜母亲，她先到一步，一看到徐姑姑出现，马上上演了一出儿媳妇孝顺婆婆的大戏，眼泪说来就来，情绪饱满，演技到位。妈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啊？我都没有时间好好孝敬你。果然是作妖影后没错了，和前夫都离婚了，还各种拉拉扯扯，死缠烂打。哥哥，说实话，就冲着这一份死皮赖脸，姨太必须把她送上年度渣女榜首。不过要是以为这就是巅峰了，那只能说咱们见的世面还少。相比于张程程这种死缠烂打型，林有有这种慢慢接近攻心型反倒更可怕。想当初30而已刚播出不久，他就多次被骂上了热搜，甚至一度关闭了社交平台的评论。不知道该说他演技精湛呢，还是人物太深入人心。先来一组图，大家感受一下。从人畜无害小白兔到极品白莲花，明里暗里不断放大招，示弱求爱，带着许幻山在婚外情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他已经彻底取代了玲玲、希塔拉尔晴和艾丽在姨太心里的地位。不过林有有能一路杀出重围，跻身绿茶 Top 1， 靠的当然也是实力。外形普通，易亲近，性格活泼，脸皮厚，最重要的是泡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招数。这里姨太给大家稍微总结几招优势渣男法，广大男同胞赶紧拿小本本记下来哦。反套路扛绿茶赶紧学起来。1. 投其所好，假花式彩虹屁。许幻山是做烟花的，林有有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烟花的热爱。作为一个放得下身段，肯把脸皮踩在脚底下的高阶绿茶，林有有的花式彩虹屁从见到许放炮后就没停过，而且句句夸在点子上，直夸的许幻山眉飞色舞，心花怒放。烟花设计师这个职业真好。究竟是人好还是职业好啊？我刚才看到了，身材真好。嗨，是我输了。这么一通彩虹屁下来，谁还能保持冷静？2. 能屈能伸加可怜巴巴。相比李可送高价橘子的直接勾引，林有有高阶很多，至少在脚被磨破依然坚持带人参观之前，没人觉得他的品行有问题。但仔细品品，不对劲儿，既然穿不了高跟鞋，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穿呢？当然是为了立柔硕又坚强的人设呀。3. 花式撩拨加信息轰炸，饭后吉他弹唱加吃明星星眼，这谁顶得住呀？更别说经典的冰激凌环节。虽然咱们看着高度不适，但人家许放炮还蛮享受呢。工作中夹带私货发自拍，这一步不只是刷存在感，也是在进一步试探许放炮的反应。结果许放炮不仅成功上当，还奉上一句油腻腻的你太坏了。4. 正面突破加主动出击。顾家不让许放炮踢球，林有有带他踢，先来一招激将法，
是不想踢了，还是不敢踢了？这激将法还真是奏效，像不像你？憋得气的。激将法加1，果然许泡泡又中招了，脱下西装放飞自我。5死缠烂打加深情告白。许放炮为了减轻对老婆的愧疚，删了林有有。在看透许放炮的挣扎之后，林有有决定放大招了，辞职去上海，直接告诉许放炮，比起那些，我更喜欢你。后来又是各种扮可怜，许放炮彻底沦陷。一杯香浓的绿茶，起跑完成。见识过林有有才知道什么叫杀人于无形。可茶艺界的高手实在是太多了，每个人的路数都不一样，而且竞争还蛮激烈的。就像孙文文、白色月光这种新机构，为了钱不择手段，把张欣灌醉后自己摆拍视频，然后威胁他给自己50万。But 张欣还真被套路了，果然是人傻钱多。比起孙文文费劲巴拉的自导自演，《爱的厘米》里的蓝俏俏战斗力完全 max， 不动声色就拿下了10万块，他这段位还真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。先是陪酒应酬，接着又挡酒装醉，努力营造出生活艰辛、勤俭持家的人设，一口一个志军歌，花式彩虹屁吹个没完，看得姨太都着急了。陈志军，我劝你清醒。要是你以为编剧只会明晃晃的把小三儿放出来，那你还真是个天真的小可爱呢。想想我是余欢水里的刚红，这边刚和余欢水离完婚，转头就和前男友同居。当在电视上看到余欢水得了100万奖金后，立马带着孩子来医院看余欢水，还想聊这100万的事情，还真又一次刷新了姨太的三观。除了刚红，贺繁星的操作也让姨太非常迷惑，一边和新男友谈恋爱，一边又和前男友打情骂俏。What？ 这又是什么情况呀？刚刚分手夜路明，反手又求婚原送，爱情也能大转移？就连蔡明敏都为自己舅舅打抱不平了，你姐怎么这样，忘不了前男友还跟我舅交往。不过看到贺家的双标父母，也能理解贺繁星为什么能这么放飞自我了。除了这些迷惑操作，还有一些更加不动声色的。姨太觉得他们已经远超绿茶的范围，堪称白茶典范。表面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，一味宣誓独立自主，反正看着还挺像个人的，却知3当3。这还不算，还想晋升灵魂伴侣。果然升级版就是不一样，早就跨越物质上升到精神层面了。咱们也瞅瞅去。安家里的情感写手知否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白茶，日常淡妆，优雅知性，又清新脱俗，有学识，有品味，高学历，高情商，有自己的事业，还喜欢画画，妥妥的文艺女青年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偏偏看上了有家室的中年男人阚文涛，还打着爱情的旗号。世界首富不都离婚了？我想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在一起。这体系还真足，除了真爱无敌，还有灵魂伴侣。我们就像2颗孤寂的灵魂，在渐渐的靠近。可有些人还偏偏吃这一套，被迷得七荤八素，直接连房子都给他买好了。果然呀，只要手段够高明，就没有撩不动的男人。情感博主文艺女青年这么搞，咱也能理解哈。可职场女精英谈起感情，瞬间化身情场高手的画面就比较少见了。但也不是没有，看看《亲爱的自己》里的王子如你就明白了。先假意接近李思雨，结果帮来帮去就把她男朋友也给帮过来了。看来防火防盗防闺蜜果然是至理名言。这年头没点情商，没点谋略，没点手段，还真是连渣女的大围都入不了了。嗨，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当我的打工人吧，工作使我快乐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